于总，我们其实还有希望。这样，我给尹娜打个电话，让她把那笔钱汇到指定账户上。我们有必要还继续吗？当然要继续啦，撞击回大院得了。我就不信他能一直这么走运。没错，我也不信。那我就给尹娜打电话去了。这次的销售会，我们取得了惊人的成绩，现场签约金额已经达成了全年销售任务指标，而且还有超过。在此，我代表公司感谢各位的辛勤付出，大家辛苦了。苏州分公司是此次订货会的执行方，不知道徐总对我们这次的配合还可满意啊？总体还挺满意的。徐总这话说得很含糊啊。在我看来，这次的活动虽然结果很成功，但是过程并不是很愉快。我很想知道，您为什么要临时改变会议场所和代理商下榻的酒店呢？这个问题我已经跟你说过了。是，您是已经同原有酒店解约，搬到新酒店之后才通知我的。您这不是在跟我商量？我知道的时候，这已经变成事实了。娜姐，情况是这样的，之前订的酒店呢，性价比不高，环境差，价格虚。徐总是怕影响到这次活动的效果，才临时更改的地方。你这是在指责我们前期工作没有做好吗？误会了。既然徐总考虑问题这么周全，那一开始为什么不交代下来呢？我们在当地联系度假村的时候总可以说吧。临时改章是有什么特殊原因吗？那个，现在活动圆满成功了，那我们就不要在意这些细节嘛。林总，细节不仅关乎于结果，更关乎于人品呢。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啊？徐总，你能解释一下这个吗？新酒店原本是可以给我们再打一个折扣的，可是现在为什么没有打？据说那20万块钱已经打到你的指定账户上了，你能告诉大家这是怎么回事吗？沈总，你相信我吗？当然。我来说两句啊，咱们迪欧呢是销售型企业，又是龙头老大。如果像徐总这样的高管都可以以权谋私，沈总又睁一眼闭一眼的话，那以后我们大家谁还会拼死拼活的给公司卖命啊？那说啥都没有用了。是啊，这个事情要是不说清楚的话，会让大家疑惑。您鼓励的到底是什么？哦，原来在这儿等着我呢。徐总，你手机有短信。20万，怎么回事啊？会不会是老板给你的奖励啊？不会啊，怎么可能？这谁深更半夜给我打20万？那要不就是别人打错了。让我想想。弯弯，麻烦你帮我回答一下尹经理的问题，顺便给大家解惑。好的，徐总。这里是尹经理和之前酒店签订的协议，因为现在是旅游旺季，我们向对方预订了100间房间和宴会厅，后来又需要更换酒店，当然要向对方做出赔偿。经过协调，除了尹经理付出的定金之外，我们还要向对方付出20万的违约金，正好新酒店做出20万元的让利，徐总就让新酒店直接汇给了原来的酒店，这里面有往来的凭证。徐总这么做，一方面是不希望公司蒙受损失，另一方面也希望把苏州办的失误尽量淡化。徐总给苏州办留尽了余地，尹经理仿佛不太领情，倒是误会了。原来的酒店需要赔偿，我怎么不知道？尹经理啊，我觉得您这就有点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。徐总不点破这事儿是为了保全您的面子，
不希望老板觉得您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好。你为什么要这样？我做不好就是做不好，我不需要你来替我粉饰。我这么做不是在替你粉饰，是在保护迪欧。这次以华东地区为阵营，辐射到全国的新品发布会，是试金石，也是演武场。通过它，外界都在看迪欧的销售能不能打好这次硬仗。因为不管平台和局面有多好，团队才是最重要的。我不能让外人看到我们内部有问题。好了，各位，既然是误会一场，那我们就不要再说了，好吧？反正大家呢都是替迪欧在做事，咱们还是以和为贵嘛，对吧？我没有要求各位成为闺蜜或者是知己，但是此时此刻，我们绝对是战友，我们在同一条船上，所以我希望各位一定要互相支持，不要彼此拆台。类似的事情，以后不要再发生了。好了，一切的不愉快就在这里翻篇吧。咱们说点实际的，沈总，这次的业绩这么好，是不是及时的给大家派发奖励啊？我已经通知财务部，所有的奖励会在72个小时里面打到各位卡上。怎么做到的？什么意思？那笔回扣，那笔钱是你打的？是，但钱不是我的。不管是谁，钱都已经充公了。你们还真是大手笔啊！为了回我，真舍得下注。你都知道了？你什么时候知道的？昨天夜里啊。好在我收到了入账短信。否则这黑锅我还真是背定了。就凭一条短信，你就能识破事情的来龙去脉，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布置好一切，不声不响的反击。其实这次到苏州看到你订的那家酒店，我就知道有问题。订这么一个破酒店，对你对迪欧都没有好处，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当我看到了短信，我才明白，一切都是为了陷害我。你们算准了我看不上那家酒店会坏，所以就布了局。就这样。就凭一条短信，你就能猜到？还有，我从来不会轻视我的对手。我知道于曼妮会算计，这次的局就是他布的。奉劝你一句吧，没必要裹挟在无谓的斗争中浪费时间。如果我是你，就会好好的利用这次机会，把市场做透了。以后回想起来，也不至于白白的浪费青春。最好的时间是在做事。而不是宫斗。你答应过，在订过会之后，给许诺一个解释。现在是时候了。徐总，林总请我们去同里古镇玩，一块吗？啊，我不去了，我要休息了，我实在太累了，你们去玩吧。行，我也不去了，我约了几个同学，我先走了啊，拜拜。行，拜拜，拜拜。你去不去？我陪徐总吧。你别陪我呀，你第一次出远门，哪儿都没去玩过，你去转转呗，跟他们一块儿。真的啊？那行，那我们走了。哎，你们啊？急着你就别去了吧，你在酒店陪我吧。啊？陪你啊？不是，那你们那个注意点。放心吧，丢不了。那走了。走。
希望再见。瑞瑞啊，不是我不想看，实在是看不住。哇，卖这么多东西！这是我第一次出差嘛，我想给办公室的同事们多带一些特产回去。行啊，你现在有进步啊，知道跟同事们联络感情了。其实我以前也知道，和同事们多聚聚餐，然后买一些水果啊、小零食，和大家一起分享，很能增进同事之间感情的。但是我那个时候太穷了，一想到要伸手往外花钱，我就舍不得。许诺一转眼来咱们这大半年了吧？以我原来的想法啊，我合计着他顶多干2月就得走人呢。徐总这个人吧，他还真有点本事哦。每个月上海的销售报表，咱们都是看在眼里的吧？做的真不赖耶，该佩服吧，还是得佩服的。就这回的订货会，销售收入都算咱们的，而且给咱们兑现了高额的提成。就这一点，我觉得这人太仗义了，够意思。咱们当初反对他呢，是觉得他光说不练，现在人家练得好着呢，而且连带着咱们也吃香。我觉着跟着他有奔头。得让你们这么一说，于总和楠姐听见了，肯定以为你们都背叛了。那以前咱们跟着于总为啥呀？那不就因为他有冲劲儿，能干，能给咱们一条出路吗？你再看看最近这几年，我觉得咱们几个不能再这么没头没脑的跟着里边瞎掺和了。那你怎么看吧？你就别问他了，人家娜娜马上就调到上海总部去当策划部经理了，那可是嫡系中的嫡系。真的假的？这次会议放到苏州开，那于总就是在给娜娜积累资本，然后马上就升职。我现在有点不想去了。为什么呀？你傻啊？因为我不想成为于总用来对付许诺的一支枪。娜娜，你终于活明白了你。谢谢。谢谢。好香啊！想刷。尝一口吧。好吃吗？很香哎。哎，你看看有什么要买的吃的？哎，你干嘛呢？抓小偷！弯弯，别跑！抓小偷！别跑！抓小偷！别跑！别跑！看了钱少没有？没少吧？没少，都在。哦，那就行。那我们去警察局吧。起来。我看你追得那么拼命，我以为你钱包里得有个18000呢。不管我有没有钱，只要让我遇到小偷，我就一定要抓住他。为什么呀？你说万一人家有刀什么的呢？多危险呢！你为这点钱，至于吗？这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。你说为什么现在这个社会小偷和坏人越来越多？就是因为大家都麻木了，总觉得反正就一点小钱，就破财免灾呗。但是我管不了别人，只要让我遇见了，就一定要抓住他。唉，好好的看着湖边美景，看着看着，看警察局来了。哎，小鸡，我臭豆腐呢？扔了？啊？那我的特产呢？丢了。啊！哎呦，我还给同事们带的呢。所以我跟你说啊，这就叫因小失大，得不偿失。不对，这是为了正义所必要的代价，值。曼曼，你怎么那么可爱啊？
真的。你的笑容也很温暖，就像春天的阳光一样，让人的心都明媚。你念广告词儿呢？还有你说的吗？我逗你玩的，走吧。啊，小齐，我们再去吃份臭豆腐。这地方不错啊。哎，徐徐总，总，坐呀，特意约我过来喝茶的。喝茶是其次，其实我们是想跟您表个态。坦白说吧，您刚来公司的时候，我们对您有戒备，工作上能拖就拖。也没帮上您什么忙。我知道，徐总，其实您来公司时间说长不长，说短也不短了，但是您做的这些，我们大家都看在眼里的。我们也做销售这么久了，什么样的人没见过呀？还是那句话，您呢是干大事儿的人，能力强，而且为人也仗义，咱佩服。是，就像这次订货会，您既帮我们搞定了业绩，又整了老白，还有那20万的事儿，更是办得滴水不漏，让我们心服口服。说得对，反正我们现在是真真的服了。以前呢，我们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，你别往心里去。这样吧，以前的事咱不谈了，好不好？以后你指到哪，我们就打到哪，反正我们几个挺你。没错，那咱们以茶代酒，敬徐总一杯。来，以后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，迪欧这片江山，我们可就跟着您一起打了。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来，干杯！许诺的运气太好了，我就不信运气会永远罩着他。美妆秀引领的品牌营销很成功，公关和销售双赢。这次迪欧进入了全盛期，我们还能做什么呢？着什么急呀？游戏才刚刚开始呢。您的意思是？以前只是小打小闹，接下来才是硬仗。那批货已经准备好了，最关键的是，你要想办法说服于曼妮出手。这个时候出手会不会动静太大？只有这样才好玩。现在迪欧核心业务系统已经完全被许诺掌握了。尹娜、吉哲被策反，董莎莎、陆云、马静他们本来就是欺强的，我估计啊，很快也跟咱们划清界限了。我现在也是完全靠边站了，重要的事儿都是吉哲跟刘瑞负责，我都快成空气了。我现在在公司唯一能调动的就是悠悠一个人。想不到咱们这么快就全军溃散了。我本来还想借苏州事件让许诺下马呢，这下子看着自己大本营都丢了。丢的何止是大本营啊，丢的是沈总的心。于总，白总这次失利跟沈总出面有关。沈总一向不参与业务，为了许诺一再的破例，而且那些外府经理通过这件事儿也尝到了甜头，感到了风向，都跑向许诺那边了。当初他立足未稳，我们屡次出手都失败了，现在他风头这么强劲，更难了。我们不能再搞那些小动作了，这次一定得下大招，稳准狠，一招致命。其实现在正值业绩爆发期，商场和代理商那边对货物的需求量非常的惊人，咱们的库存根本就不足。我觉得这个时候可以试试那个办法。你是说那批货？楠姐最初让我准备那批货，是预备公司资金周转不开，法国货又迟迟到不了的时候应急用的。许诺一来呢，管东管西的，耽误了这批货，一直都没有用。现在呢，快过了保质期了，我觉得现在正是用的时候。我还是那句话，我要对付的是许诺，我不会伤害迪欧。好吧，反正这件事儿关系重大，我是准备好了。您什么时候决定好了，告诉我一声。招，
你有没有看关于迪欧的订货会的报道？看了。那你一点不着急？我为什么要着急？那么多的代理商疯狂的订货，合同要签了，钱也打到了迪欧的账户上了，这些要货量完全可以销售2季。那不是很好吗？证明迪欧现在的新产品很有市场号召力啊。他们的业绩现在这样好，你怎么能让法国总部下决心换掉迪欧呢？你怎样实现你的野心？你不懂，这只是个序幕。现在他们爬得越高，到时候才会跌得越惨。我不明白。你不用明白，你告诉 Barbara， 等着看好了。当然，不会让你们等太长时间。哇！给你5分钟时间，出门。啊？喂，什么情况？姑娘到了，谢谢。慢点啊。茶馆2楼。见个面这么大费周折。把大好的光阴浪费在睡觉上，不会很可惜吗？你怎么知道我在睡觉啊？你清醒的时候，接电话的语调总是上扬的，而我早上打给你的时候，你连话都说不清楚，所以我猜你在睡觉。啊，没想到你对我的观察那么仔细。对了，上次白尔博的事情，今天不聊工作。也对，难得我们有机会坐下来好好的聊聊天。他今天有些奇怪啊，他会跟我说些什么呢？不会是……对不起，恐怕我又要让你失望了。你知道北宋有一个诗人叫林和靖吗？君泪盈，妾泪盈，罗带同心结未成，江头潮已平。了不起，那是他的诗。我知道他在西湖的孤山有他的墓地，还有纪念他的方鹤亭。他以爱梅著称，他终身未娶，一个人守着360株梅花，也因此他有着梅妻鹤子的美称。我一直很难想象，在1000多年前，有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男人，会守着梅花孤独终老。他并不孤独，据说他年轻的时候有一个知心的恋人，但是恋人早逝，所以他是用一辈子的时间在山里面思念跟凭吊他的爱人。可是一个对梅花都这么深情的人，怎么可能真这么绝情呢？他只是没有碰到对的人而已。你今天特意把我叫出来，不会就是想借古喻今吧？很多事情不是说放就能放得下，很多情感也是。为什么不能放下呢？就算你不放下，你也可以放在心里思念啊。可是思念不等于是陪葬。你知道在茫茫人海中遇到合适的人，那几率有多低吗？
既然好不容易遇到了，就应该死死的抓住了不放手，为什么要管其他的呢？我常常在想，还能够思念，也是一种幸运。许诺，你是一个很好的女人。我常常也想，如果我们能够在一起，会是怎么样的一种风景？但是每次我有这样的念头，我就会有罪恶感。所以我今天找你来，主要也是希望你不要再把时间跟精力浪费在我身上。如果那天在雪山上你没有救我，你会不会内疚？我会。会内疚一阵子，但不是一辈子。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还只是路人，甚至是仇人。也许你心里后悔过。如果当时你没有救我，而是奔回小雨身边，或许你还来得及救他。你一直拒绝我，是因为你潜意识里觉得小雨的死是因为我。跟你没有关系。很抱歉，我之前那么说，那是因为我一时冲动。至少你曾经那么想过，所以你一直在责怪自己。如果给你机会重新来过，没有什么事情是可以重新来过的。在人生里面，你错过了一个路口，你只能用一辈子的时间，怀揣一份想象，去想象那条路通往什么样的一个地方，可能会有什么样的风景，但是你永远也不会知道。当时的你就在我面前，我没得选择，我不能见死不救。现在的我也在你面前，我们已经一起经历过那么多的事情，我相信我们之间是有感情的。如果此时此刻我因你而死，你会不会内疚？一辈子？没有那么多的如果。小雨死后，我真的不想在情感上有任何的纠葛。我想你也看得出来，林凡很喜欢你。哟，帅哥，怎么了？我请你喝杯酒呗。
该颁布的动作认真的吗？小小的动作伤害还那么大，我只能扮演个绅士，才能和你说说话。怎么走啦？辛苦了，徐总、沈总，你们回来了，辛苦了。刘叔，哎，林总呢？他呀，不知道开沈总的车去哪儿了。林总可能有什么重要事情要办吧。楼叔，麻烦安排一下，把器材都拿回办公室去，然后让司机带大家回家吧。大家都辛苦了。哎，那您呢？我自己回去就行。好吧。来，慢点啊。沈总，来。谢谢。哎，弯弯，别动，你别拿，我帮你拿，谢谢。给我就行了。来，走吧。小吉经理，我的箱子还在上面呢，我也是女的，你怎么不帮我拿？你也知道你是女的呀？刚刚老板下车的时候，你冲上去帮人男的拿箱子，怎么了？老板一走，你恢复女儿身了？来，走。Casey， 我帮你拿吧。不用。来吧，弯弯，别管他。给，我爸妈去泰国带回来的特产，非让我给你带来。啊，替我谢谢叔叔阿姨。怎么了你？生病了？有点感冒吧。这么烫，发烧了？吃药了没有？没事，我喝点水就好了。走走走，换衣服。干嘛？去医院啊！不去。哎，别啰嗦，快去，快！沈总，这是上个季度的办公费用，请您签字。徐总出的那套公寓，物业费和燃气费都已经到期了，是让行政部代办，还是让徐总自己处理？让行政部处理吧。好的。那您这次去法国的行程定下了吗？要是定好的话，我帮您订酒店和机票。还没有，我在想象。好，稍等一下，你抓紧时间办徐总的签证吧。你是说是去法国的签证吗？对，这次我跟徐总一起去。和徐总？对，联络要见他。因为之前美妆秀效果很好，而且全国的业绩也有增长，所以法国总部点名要见他。我知道，沈总，您不要解释，这是公务出差。那不然是什么？啊？我没说是去度假，不是度假。谁？有谁说去度假了吗？沈总，我先出去了。沈总，那个许诺他请假去医院了。好。哎，那你在他办公？我帮他收拾东西，有点乱。我不想来。为什么？你非要拉我来医院的。你不会怕疼吧？啊？不要你管。哎，你说你爸可是医学界泰斗，你丢不丢人呢？那中医抓2副药就好了，那还要扎针啊？中医针灸扎的针才多呢。来，你看这个这么粗的管子，我教你哪个手指头不疼。等一下，我好像好了。哎，少来，大夫来扎这个。哎，我跟你说，这个真的不疼，真的。真的？这个呢是功能纸，它没有任何的。你干嘛还没开始扎呢？吓死我了你！条件反射，逗你们的，逗你们的。好了，不要看，不要看，不要看。不要看。不要动了啊！
怎么那么疼？骗我！好了好了好了，无名指是用来戴婚戒的，它有根血管通往心脏，因此啊称为同心指。好了好了，都扎好了，扎好了，乖，勇敢。骗我！好了，快坐去。来。哎呀，好了。哎呀，怪不得人家都说每一个大男人心里都住着一个小男孩，这个都需要别人的宠爱和呵护。要不是我亲眼看见，我还真不相信。你手里扎个针你就脆弱了？我脆弱的都快昏过去了。哦，好好好，有姐姐照顾你啊，不哭不哭。你说，哎，你花天酒地的时候怎么没想到自己这么脆弱啊？谁花天酒地了？我感冒还不是因为你？怎么因为？哇！你干嘛？我的意思就是，以后你生病的时候，我也可以这么照顾你。占我便宜你？哎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帮我妈拿药。哦，拿药还要送花的哦。送给我妈的，怎么了？你们是？哦，她发烧了又不肯吃药，所以我就带她顺便来验个血。就这样。发烧了，多休息。我走了。不，你是不是故意的你？对啊，我就是故意的。你干嘛故意的？哼，我跟你说，我是在帮你。看他刚才这个样子，一定是吃醋了，等着感谢我吧。他肯定误会了。不疼了。是我跟他说的，可是我跟他说的是你请假去医院，有可能他以为你生病了呗。再不然，这花儿是送给林凡的，看见你在，他没好意思送。吃东西还堵不住你的嘴，这个局面想想总是觉得很尴尬呀。哆瑞咪，这三个人怎么运气？哎，我再郑重的纠正你一次啊，我和林凡只是普通的朋友，我们三个人没有哆瑞咪，只有哆瑞，没有咪，没有咪，没有咪，好不好？那要不然你退出，成全他俩。你说这林凡对你好不好？你自己说说，你凭凭你自己良心，对你挖心掏肺了有没有？人家这是典型的暖男，想找都找不着，你可倒好。有的时候我真是怀疑你看男人的眼光。哎，你打住！咱们能不能不说林凡啊？你要是觉得他那么好，你快收了他去啊！好，不谈林凡，谈小吉吧。你这次苏州之行有没有替我看着他？他有没有跟那个绿茶妹妹在一起？那个，咱们还是谈谈工作吧。我现在只想把电商的事情弄好，只要公司的局面好了呢，公司的局面好了呢，你的男神就能正视你的感情，对吗？瑞姐，瑞爷，能不能放过我？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只谈工作。你能不能帮我把韩后断货的事情给我解决了？这个于晶现在明明知道上海卖得很好，他把所有的货全部都放在外地卖，这不是明显就卡我脖子呢吗？而且我为了这批货，真的是我的业绩都损失20%。你怎么了？不敢跟他硬碰硬是不是？我不敢跟他硬碰硬，我怕他。其实这次苏州的事还真是个套，还是个连环套。我不管，反正我们现在已经完全掌控全局了。明儿我就找他谈去。哼，你说什么？沈总要带许诺去法国？是啊，法国总部的接洽一直都是沈总亲自负责的，就算沈总不在的时候，也是您跟林总负责的呀。可这次他既没有带您，也没有带林总，居然带了徐总，我觉得这事儿太反常了，您必须得知道。机票订了吗？没有，还没有那么快，要先帮徐总办签证。于总，不是我多嘴啊，最近公司上下关于沈总和徐总的传闻特别多，要是这次沈总带着他出国的话，还不知道大家会怎么想呢。您想想，那可是法国巴黎呀，
5星级酒店住着，红酒牛排吃着，你说要在埃菲尔铁塔下吹个小风，看个日落什么的。小严，你去找于总了？你都跟他说了？说了。多事儿啊你！不是我多事儿，沈总带许诺出国这事儿真是太劲爆了，根本瞒不住。就算我不说，也会有别人去说的。唉，再说沈总把这事交给我来办，要是让于总从别人嘴里知道的话，他肯定会记恨我。唉，在这些大咖面前，我就是小卒子一个，谁都得罪不起。我说一句，你有100句等着我，你就不能趁这功夫读读职场励志的书，充实充实自己？多读书，书上那些职场圣经，哪有咱们这儿来的深刻呀？我呀，还是在实践中成长。这次苏州代理商会议的情况就是这样子，数据大家都看到了，我们的业绩创了历史新高，甚至可以说在业界都是前所未有的。这次我们创新的营销模式受到了极大的回响，而且法方也高度赞扬。这一切我想要归功于徐总还有策划部的极大努力，谢谢。这次订货会上的订单和货款，财务部已经整理出来了，但是有很多系列的库存不够，需要马上订货。没问题，我检查过账目了，我们现在资金充足，法方保证会优先供货的。对不起，我有一个问题。韩后茶蕊系列现在库存已经没有了，如果现在生产的话，可能也来不及了。但是呢，上海的销售部前期做的团购都是针对这个系列做的推广。现在的局面是有订单没货发，我想大家都知道网络的影响力。如果这件事闹大了，负面效果是不可想象的。徐总，您在推广这个系列产品的时候，难道不看库存吗？我正要说这个事情。上海销售部联合策划部借助第三方网购平台全力推广韩后茶蕊系列，可是有人却私自将货品发往外地。关于这件事情，李楠，我很想听听你的解释。这批发往外部的货是代理商早就朝我要的，人家朝我要，我能不给吗？想必你也是业内的精英，这么低级的问题你也问得出来啊？发生这种问题本来就很低级。刘瑞是销售部的经理，总体把控公司的货品是他的职责，为什么这件事情他不知道呢？我是副总裁助理，我有权利去帮助业务部啊。我有时候让你帮我协调工作吗？看吧，于总，您好意，人家未必领情呢。徐总，这批货临近效期，所以我让李楠发给东北代理区，特价处理。如果你想要在你的网络平台上售出的话，这样不太好吧？至于你说缺货的事情，我也通知个别大区，让他们把库存发过来。这样的解释，徐总满意吗？于总跟代理商的关系好，所以出面打了招呼，他们宁愿自己受些损失，也愿意帮助我们。其实于总一直很关注上海的市场，不会让货空的。徐总很自信，也很强势。所以我一直不敢干涉什么，我只能提前做好预算，做好万全的准备。可没想到，还是让你给误会了。其实我跟沈总一样，我跟他一样支持你。我也希望大家一起把迪欧做好。迪欧就像我的孩子，哪个妈妈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好？之前你分权批他，然后发郑珊珊的奖金。现在老员工都跑到我这儿来跟我闹，我哪一次不是站在你的角度帮你圆场？没错，这件事我能证明，于总是拿自己的钱补给了郑珊珊，要不然以郑珊珊的性格，这件事肯定会闹大。抱歉，刚才是我太急躁了。当然了，如果你们能够合作无间的话，对于迪欧来说，绝对是一件好事。
哎呀妈，太过分了！这不明摆着吗？给我们下了个套吗？现在全公司上下都认为咱们是小人了。这招真阴。别说了，我有点乱，你帮我捋一捋。一直以来，我把于曼妮放在对立面，是不是对她不公平？我是不是应该检讨一下？或许会像沈总说的那样，如果我们俩可以冰释前嫌，真心合作的话，那对公司而言绝对是福。别做梦了你不知道这公司藏龙卧虎啊，下面有个绿茶婊，上面还有个于奶奶呢，还做朋友，我都不知道你怎么想的。我出去喝杯水，你自己好好想想。我问你们，公司现在形势你们都看明白了吗？没有啊。公司要变天了。我早上来的时候天儿挺好的呀。你是不是傻？你知道啥呀？接着说。我跟你们说啊，徐总现在呀可算是熬出头了。自从这回苏州回来，那地位可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。就连于总都服软了，公开跟他示好呢。沈总更别提了。听说沈总要带徐总去法国。这次订花会那么成功，沈总带徐总去法国也是情理之中嘛。小季经理，这你就不知道了。这里边的门道你们没看出来吗？你是说，宫中即将易主？对，聪明。那法国可是浪漫之都啊，这俩人本来就郎情妾意的，那法国再兜一圈回来，那关系不得有质的飞跃呀！你也太天真了，你当于总是吃素的，坐等出局啊？于总是厉害，他是想严防死守，可法国山高路远的，他守得住吗？他手再长他也伸不过去呀，对不对？想着我还有点小激动呢。你说那俩人要是在酒店把房间门一关，那于总能管得着吗？行了啊，你瞎激动个屁！赶紧吃，吃完赶紧上班了。这回他们就叫情定法兰西。Honey，怎么不吃啊？哦，我在想事儿呢。我在想，不能让许诺这么轻易的上位啊。这事不用你急，有人比你更急呢。吃吧。哎，吃。走啊！病好了？好了，许诺这些天没少辛苦，他妈知道我生病了，天天熬汤，许诺回去拿了再给我送来的。最近的事儿你怎么看？什么事？于曼妮帮许诺补台的事儿。表面上看着挺和谐的，但有点假。无论如何，这个局面跟结果是我想要的。对，你是老板，你只看重结果，不像我等草民还会纠结过程。别闹，有件事跟你说一下，法国不是不带你去了？我知道，全公司上下都传遍了，连保洁阿姨都知道你要带许诺去吗？是法国总部点名要他去。你自己怎么想？你想带他去吗？带他去对工作有帮助啊？怎么了？没什么，要没别的事，我就先出去了。哦。还记不记得在苏州，你答应过我，给许诺一个明确的答案？我记得，我也给了。找你来主要也是希望你不要再把时间跟精力浪费在我身上。你决定了，就那样吗？当然。好吧。
错女人，那个求胜心那么强干嘛？再说我也没想跟你比。我就是喜欢赢，怎么样？输家没资格说话。所以你是享受赢的感觉才爱上打拳的？哦，那不是，我是因为志泽喜欢打拳，所以我喜欢打拳。值得吗？值不值得，只有我自己知道。有事儿啊？你怎么知道？这钱放在这儿800年都不谈，这一谈准有事儿。你说说怎么了？哎呀，烦。烦什么呢？公司的事儿跟你说了你也不明白。业务上的事儿呢，你妈是不懂，可我都这么大岁数了，我身边那些姐妹们每次来跟我诉苦说那些事儿啊，没有因为事儿烦的，为什么？事儿总能解决，烦的呢都是人。人在职场无非就是功名利禄，你说说，你跟人家争什么了？争得这么烦？我也没争什么，我就是，哎呀，我之前不是跟你说过，公司有一个女副总吗？她是公司元老，老板原先请我过去呢，就是觉得她业务不好，想让我取而代之。你没争过她，取代不了。反正就是不太顺利。我总觉着吧，你说一个女人在职场上做到这个位置，挺不容易的吧？所以呢，我就没把她逼太紧，只要没到你死我活的地步，就给她留个机会。但是她总是针对我，这倒也还行，我反正也能应付。可是最近吧，她的态度变化特别大。变成什么样了？她不再针对我了，而且好像还在帮我。就比如说这次我全力推广的那个化妆品系列吧，突然断货了，我就觉得是她搞的鬼，我还跑去问责了。结果她态度特别好，而且还主动帮我从外地调来了货，就弄得我在老板面前吧特别小人。我就反省了，我说是不是我一开始就错了？人其实根本就没想跟我争什么，是我自己多心了，错怪他了。傻孩子，妈送你一句评语，你说，有智商没情商。不是，孙老师，你能不能说明白点儿？妈告诉你啊，如果这个人是天使，那他就在别人掉进陷阱前及时提醒，而不是别人掉进陷阱后伸手相救。而且救你的时候，还正好让大家都看到了。他这一向你示好，一些方面呢让老板表明心迹，另一方面呢让老板看到你的短板和他的大度。表面上是帮你解决问题了，实际上让你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。你分析的还挺到位的。哎，咱俩认识10年了吧？认识你都10年了，真是我人生最大的污点。哎，我是说认真的，你客观的评价一下，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？贱。我觉得吧，我这样一个人，我算不上人见人爱，但怎么样也是个少女杀手吧？怎么，搞不定许诺？有时候你还挺聪明的啊。我劝你啊，多用点心，否则等志泽带许诺去了法国，后悔就来不及了。有些事儿吧，不是努力就行的，这点你比我清楚啊。我跟你不一样啊，反正我都已经喜欢他10年了，都已经习惯了，就跟每天吃饭、睡觉一样。他就是我的梦想，我只要每天一睁开眼睛，知道可以见到他，那种幸福感呢，就是支撑我一切的力量。如果有一天没有他了，我还真不知道会怎么样。应该比现在更好吧？哎，说真的，
这10年我都没见你这么认真。不要做第2个于曼妮。我会一直做那个让你恨得牙痒痒的林凡。好，服务员，再来，再来一打。你年龄是不小了，智商呢，还没那么成熟。这外焦里嫩，烤白薯好吃，这职场上打拼呀，差远了。我就奇了怪了，您说你也没在公司工作过，这当了一辈子人民教师，做的是教书育人的神圣工作，怎么也这么复杂呢？这学校、格子间都是职场，社会生存法则都是通用的。我还是那句话，功名利禄，你跟人家争什么了？人家那么针对你啊！我没争什么呀，我就是争了个人。啊？争谁了？哎呀妈呀！小姨呀，我最近看我林叔叔的微博上发的都是疗伤的心灵鸡汤啊，你跟他发展的怎么样了？你别跟我提他。哎呦，小凡多好呀！小诺，你真得上点心，你要是一放松，再让别人给抢走了。哎，我的亲妈呀，真的，全天底下就您一个人当他是香饽饽，我觉得他这儿不正常。他不正常，我看你不正常，你不正常，你才瞧人家正常的都不正常。哎呦我天妈，你这说绕口令呢？我不跟你说了，我跟小凡说，我让小凡来，我给他熬鸡汤。说。哎，你这孩子，姥姥，你说我小姨这婚事儿可且蹉跎着呢。哎，真是的。我可以坐吗？哇哦！我有个事情想跟你说。说啊。我觉得你除了自己闷头吃东西之外，是不是还应该做点别的事情？比方说什么？我觉得你应该亲自下厨，这样才算是真正的礼贤下士啊。不要得寸进尺啊！哎，我还没有说我要的尺，你怎么就知道我要得寸进尺了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想说，我们应该要做迪欧自己的 APP， 开发迪欧的电商品牌。我已经把报告发你邮箱了。我能做吗？你这阳光餐厅主意确实不错，适当的给员工调节一下心情，放松自己。不过小心一点，要是时间长了，会影响工作效率的。动物呢需要圈养，而员工是人，尊重和信任远比监督和约束来得更有效。你讲话怎么老是一语双关呢？是吗？说者无意，听者有心吧。智泽，这次我们去法国，除了要给费娜夫人祝寿之外，陆阿姨还说她朋友有个古堡要出售，让我们去看一看。毕竟我们以后要住，总得让我们满意才行嘛。我设好了，我先走。嗯。我购物的眼光可好了，到时候你想买什么，我帮你买，你肯定会喜欢。不用。那你慢慢吃啊，我跟智泽还有事要商量。